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我们来整理一下原本我以为很烂的统帅，没有想到出乎我意料的统帅。各位也知道我这一次是帮960打 KVK 了，所以看到有不同的搭配，尤其这个地图是并无尝试，就连有很多旧的统帅拿出来用，又或者是我们有尝试过哪一些统帅你们是不知道的，我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并且这一次呢，我是拿到顶级账号 ，OK， 听清楚啊，是顶级账号。那这些统帅呢，都是我拥有的，所以基本上我都是已经有测试过了。尤其争议性比较大的菠萝头啊，有些人觉得它很烂，有些人觉得它很好。OK， 今天我们来细谈一下。那么首先我们直接讲最新的统帅迪多跟诸葛亮。诸葛亮就不用怀疑了，不管是测试的时候还是实战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表面上说打5个目标，实际上是打8个目标，他的被动技能还可以再打到3个。那么野战跟拉野大家都知道了嘛，但是这一次960比较多的集结其实都会用到诸葛亮，不光是靠到集结，还有驻防也是用很多诸葛亮。原本我想说因为诸葛亮啊它会有递减的问题，圆形范围，所以它可能不是打到很好。当然这个问题会在打旗帜跟要塞体现出来，可是我们这一次打关卡比较多，关卡时常会有敌人进进出出的关系，然后诸葛亮的 AOE 一直不断的扫到他们的部队，假设他们部队不出来更好，就没有递减问题，反而打得更痛。至于驻防也是相同的道理，后来我才去看了诸葛亮的技能，才发现到他的技能里面没有写要在野战的时候，要在领土里面的时候，而且也没有说要集结或者是驻防的时候才可以用到某一些特定的技能，它可以说是野战、拉野、集结、驻防都是能用的统帅。唯一美中不足就是有些技能它必须要全工兵的状态下才可以使用，所以各位放心吧，诸葛亮是真的超模，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的。接着第二位统帅是我原本就很不看好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出乎我意料就是迪多啦啊！这个之前我有分享过实战报告，不过大多数都是关卡的。有不少的观众说因为他驻防关卡，我们又开单集结而已，所以打出来报告不太好。我可以说我们打其他的门口不是迪多驻防的时候，就算我们开单集结也不会特别亏的那一种，都是有小赚一点点。但是迪多不一样，我们打出来报告几乎都是亏一点了，并且也没有像我想象中工兵驻防补不起来的问题。我看到对面2489，哇，他们一直讲自己小号很少，可是他那个工兵补到几凶，你们知道吗？补了一整天了。而且我觉得根据版本的变化，有很多玩家他们都不会专门只是练单一兵种了，现在比较开放一点啊，可能觉得之后会用到不少的骑兵跟工兵，所以不会像以前那样只是光练步兵而已。所以这一次迪多可以打出这么好的报告呢，也是要多亏一些成员们他们肯去练更多的工兵来驻防。但是迪多的问题也很明显，就是他只能驻防而已，并且我们下一个新的统帅根据官方的说法就是骑兵了，有很大可能骑兵出一个集结也说不定，直接把迪多打爆了。我预计新统帅出现的时间呢，大概是8、9月左右啦。如果你是在中间这段时间呢没有打特别凶，不需要用到驻防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迪多要不要去觉醒。因为它的实用性并不像诸葛亮这么广泛，假设说这2个统帅里面要选择一个的话，肯定是诸葛亮。迪多是你不是车头的话，你就不用去想那么多了。也是要传递一个想法给大多数的玩家，你们不要再认为说工兵没有人练了，没有人可以补得起工兵的驻防跟集结，现在玩家是真的可以补起来的。像我们这一次开比较多的集结都是用亨利搭配司机，全部工兵我们还是一样可以补得起来。那我们再往前拉讲上一个统帅吧，就是领袖统帅菠萝头。哇，菠萝头是真的出乎我意料，我没有想到菠萝头这么屌。原本我对菠萝头的印象就是他只能野战啊，他圆形范围他的技能有限制这么多，但是后来有观众推荐我用关羽菠萝头，我直接打开异世界大门。当然啦，这种搭配呢在先锋王国尤其是960呢是不可能会出现到，不过我还是去尝试了，出来的报告居然是赚的，我还以为是亏的，没有想到。并且你们也知道关羽他是一个很旧的统帅了，所以他的输出跟我们现在第6、第7代的统帅不成正比，是输出特别低的。但菠萝头它又没有限制你必须要带哪一个统帅，就领袖统帅嘛，你可以拿来搭配其他的兵种。菠萝头除了集结不能用之外，野蛮人啊、驻防、打野战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人拿那个作战演习最高分的都是用诸葛亮搭配菠萝头，又或者是一些高输出的统帅搭配菠萝头的。而且我看到最近比较多的驻防搭配都是会搭配菠萝头，比方说 IT 巫师菠萝头、
迪多波罗头、杰哥波罗头都有。而且我看到上一次我发布的被清零影片呢，很多观众都说哦，他已经开始去练波罗头去接集结了。波罗头要不要觉醒还是见仁见智啦，不一定要觉醒，但是你必须要拥有一个波罗头去拉野啊。至于远程统帅呢，其实联盟里面有一个玩家叫 Terry， 他是把2个远程统帅都已经觉醒了。你们知道他有多屌吗？就是我们打这种先锋战局，画面肯定是卡着的嘛，但是因为他用远程统帅的关系，他只是躲在后面射而已。虽然对很多大佬来说啊，远程统帅没有什么乐趣啊，他只是站在原地站岗而已，又没有那个打架的刺激。但是对于我们那一种情况，整个画面是卡着，他反而是最开心的那一个人。这一次我们的卡顿延迟问题非常严重，有很多玩家都是在漂移，不然就拉不过去，他只是站在原地哐哐射而已。而且时常围球的时候啊，就是大家距离比较远嘛，但是他用远程的关系可以射到对面。并且你们不要以为他的报告是亏的，如果你是已经觉醒了远程统帅，装备军器全部搞好，尤其是军器特别好搞。各位也知道我们开军器肯定都是工程车，不然就是采集的争议。在这些要求全部达到的情况下，他出来的报告是这样子的，你们心不心动呢？所以远程统帅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只是你必须要把它给练好。这个是我们那时候打仗的画面，你们看到他人在哪里吗？就是红圈的地方，全部人在前面卡机，全部不能动，他躲在后面射而已。而且我觉得远程统帅他应该还有发展的空间呢，因为我们现在才出到第一批的远程统帅，等之后可能出到更强的远程统帅呢。我们现在都认为说 Terry 也就是这个用远程的玩家，他才是顶级理解。我们在前面打到半死，资源消耗这么多，还不如他一个人在后面射。再往更上一代就是塔里克跟萨尔贡，萨尔贡的评价还是一样的，你能用得起来的话是真的很屌，用不起来的话就很烂，还是需要多个队友配合才可以打出更好的报告。当然单挑的话他还是很厉害的，失落峡谷、日落峡谷哇，那种打出来报告永远最后死的就是他。但是比起同代的统帅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第7代的统帅来讲啊，萨尔贡还不算是最好的。至于塔里克集结野战都可以，他的集结又够硬又够痛。有很多人觉得现在步兵的集结都已经很烂了，已经不成主流了。其实现在步兵主流恰好就是塔里克的集结，因为我们这一次玩兵无常势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这一次有很常用到塔里克绿头、塔里克斯基、塔里克亨利。说到康维欧集结，塔里克是当之无愧。再往上一代就是骑兵统帅了，贞德跟杰哥，我对贞德的想法还是一样啦。其实他在我心目中还不是一个很高的位置，对我来说贞德他的位置还是没有办法超越司机的。但是你说超越项羽啊，这个还可以。用贞德集结其实也不太行，出来的表现也不太好。你拿来打野战的话还不错，驻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我对他的评价一般般吧。而且他有很容易被淘汰的风险。不过我们这一次实测下来呢，其实有很多玩家都抱怨项羽不好。很多人都期望出新的骑兵之后项羽可以被淘汰掉，希望官方可以出更硬的骑兵统帅吧。如果可以来个司机 2.0 的话，当然是会更好啦。至于杰哥，他除了不抗围殴之外，整体上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打单集结的时候。不过现在因为出了波罗头的关系啊，波罗头是抗围殴的，你拿杰哥跟波罗头搭配在一起也算是可以拉到平衡，以至于整体报告不会特别难看。不过我还有看到有人用杰哥搭配阿提拉，那详细的内容你们可以去看阿奎拉的影片，他有说过这个搭配。不过杰哥在我心目中的评价呢，其实也是一般般而已，所以我对这2个新的骑兵呢，都不是特别看好，希望下一批会更好啦。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这一期是已经整理了第7代全部统帅对于他们的真实评价，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有些玩家你们可能在自己的 KVK 用到不错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欢迎大家提供不同的看法，有什么说错需要补充的地方，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